你也有创业的梦想吗？是想开一间小小的咖啡店，还是想要把你的专业技术变成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很多创业者在刚起步的时候，靠的是热情跟没日没夜的努力。不过，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到创业路上的第一个难题，那就是要不要请人来帮忙。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要带你拆解聘雇员工背后的冰山成本，让你的梦想不只是美好的愿景，更可以建立在稳健的财务基石上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从单打独斗的创业者转变成要付薪水的老板，你会觉得是充满期待，还是有满满的压力呢？无论如何在你发出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准备跟新伙伴一起圆梦之前，我想要先请你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下成为老板之后的风险以及成本。你知道在台湾请一个月薪3万5的劳工，你每个月口袋实际上要掏出多少钱吗？如果你觉得开出多少的薪水就只会花多少钱，那么这份创业梦想可能就会很快变成你的财务噩梦了。事实上除了薪水之外，聘雇员工的成本还包含了劳健保的费用、法令遵循的隐藏成本、员工福利以及其他可能的额外支出。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分享这些重要的隐形人力成本吧。我们先前曾经制作过一支影片，分享了未满5人是否就不需要投保劳保的相关议题，其中就有提到就算员工人数不到5个人，仍然要依法投保就业保险、健保、职业灾害保险以及提缴劳退金。不过再换个角度想，就算不是强制成立劳保投保单位的微型企业，如果没有帮员工投保劳保，有时候恐怕也很难让员工感受到保障，招募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困难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劳健保等保险费用的负担情况吧。以受雇在一般企业的工作者来说，其实大多数的保费都是以雇主负担的金额最多，而这些保险都是要用员工的全薪去对照集聚表之后，再用集聚的金额乘以保险费率，并且再乘以负担比率之后就是各自要负担的金额了。总之员工的薪资越高，投保的集聚就会越高，要缴纳的保费当然就会更多了。当聘雇的员工人数又增加的时候要负担的金额也就会倍数成长了。我们再来看具体一点的数字吧。假设雇主是包含劳保等等所有的社会保险都有依法投保的话，实际的成本支出情形会是怎么样呢？以今年月薪制的法定最低工资29500元来看，投保的时候就同样要以29500元的集聚来申报加保。光是劳保费跟就业保险费就会需要每个月负担2000多元，再加上1000多元的健保费、劳退提缴，保费合计就会支出了将近6000元，再加上原本固定支出的月薪，实际上聘雇一名只有领最低工资的劳工，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就会达到35000多元了。当然薪资越高，也就代表着集聚会随之增加，而且如果未来劳保跟健保等保费的费率又有提升的话，负担的金额也会再往上提升。这些必要的费用都是企业要请人之前务必要仔细思考以及计算清楚的地方了。前面提到的保费是固定每个月可见的支出，可是每个当过老板的人也都应该曾经是劳工的身份吧？如果你注意过相关的劳动权益，或是以往曾经争取过自己的权利，那就应该会知道，当自己的身份转变成雇主的时候也同样要负起这些法令规定的责任以及义务。举例来说当员工年资满半年的时候，就会取得3天的特别休假。我们过去也曾经制作过影片，解释过特休的相关规定。简单来说，特别休假是劳工只要累积满一定的年资，就会逐步取得的有薪休假。当员工请求特休的时候，也就代表雇主的人力会产生的缺口，以及必须要付出这部分的工资成本。就算员工没有在年度内把特休休完，雇主也还是要依法折算为未休工资。所以这个也是躲不过的必要成本之一了。再来对于微型企业来说，人力理论上是相当吃紧的。如果有员工请假，可能也就代表着其他员工需要加班来填补这个缺口。除非老板自己可以想办法补上这些工时否则势必要预估一笔加班的费用作为潜在的人事开销。如果不确定怎么样计算加班费的话，也同样可以参考我们过去制作过的影片既然都提到请假了，也就顺便再补充一下，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特休之外劳工目前在法令上也有很多的有薪假别，像是需要给付全薪的婚丧假、产假、产检假，或是员工遇到教召时的公假等等，或是需要给付半薪的病假、生理假、安胎休养假，这些其实都是员工的法定权益。所以企业主就必须要先思考清楚，当遇到员工请假时
时的机动人力调派以及应对的方式，而不能在员工提出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反而转用情绪勒索的态度来面对员工。久而久之不但容易会发生劳资争议，也会降低了员工的信赖度以及留任的几率了。最后虽然以一般的企业来说，发生的几率不算高，可是当有遇到不适任的员工时，或者是自己的经营上有状况，而有亏损、业务紧缩或是其他法定事由的时候，就可能会需要依法资遣员工。依照目前绝大多数劳工适用的劳退新制，每满1年的年资就要发给他半个月的平均工资来当做资遣费，这个也是需要额外考量的地方了。劳动法规之中，除了像是劳基法等等着重在劳动条件的规范之外，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职业安全卫生的相关法规了。就算只是开一个小的店面或是工作室，聘雇员工的时候，除了要请他们提供体检报告之外，之后也要依照他们的年龄定期安排健康检查。而聘雇后的健检费用呢，依照职安署过去的解释，也需要是由雇主来负担。所以当员工人数越多，这些也都会是潜在的法令遵循成本之一了。一般来说劳工的健康检查费用会因为医院级别跟检查的项目而有不同，基本上每次的费用大概都会坐落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有些企业呢会干脆把健康检查当作福利项目之一，每年都提供一定的额度，让员工可以去逐年进行健检，并且请员工提供报告跟收据来向公司核销。这种做法当然也是很好的，不过也同样会让公司需要负担固定的人事支出了。除了健康检查之外，职安法也特别注重工作环境跟危害预防，所以雇主可能就要指派人员参加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的教育训练，或是针对店面或是工作室评估潜在的风险，并且设置相关的防护措施。当然这些也都会成为必要的潜在成本之一了。我们提了很多法令规定的必要支出以及成本，可是有经验的雇主应该就会知道，就算一切都依法办理，也只是符合了法令规定的基准。对于一些求职者来说他们会比较的是优于法令的其他条件，所以对这类只以守法为目标的企业来说，也不见得能够找到好员工，甚至在缺工的环境之下，能不能找得到人来上班，都是很苦恼的地方吧。在2026年的今天当外送平台弹性接案这么盛行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的企业只给予法定的权利，那么在人才的眼中，这份工作可能就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取代的短期跳板而已吧。因此除了前面提到的必要成本之外，我们还必须把竞争力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就是怎么样来提供员工更好的福利。对于微型企业来说，或许不见得要像大企业一样提供健身房国外旅游等等成本较高的福利措施，可是至少额外给予不定额的3节或是年终奖金、弹性上下班的制度、优于法令的商业保险等等，都是很常见的基本福利措施。我个人是认为，每个企业的组织文化是不同的，其实可以试着跟员工沟通看看，什么样的福利会对大家更有帮助，也才可以让这项预算达到更好的效益哦。讲了这么多聘请员工所衍生的相关成本，还有哪些是可能一开始没有预期，可是未来可能会支出的人事成本呢？我们从传统人资常会提到的选用预留各个层面来看，其实也都会有不同的潜在成本。像是招募员工的时候，在求职平台上刊登征才广告的成本，或者是由老板本身或是现有的员工花时间跟心力来带新进员工，这些也都是会需要额外考量的地方。又例如办理各项的在职教育训练，培训员工特定的技能时，又需要多花培训课程、考照等等的费用。再来呢，员工人数越多，可能就会需要透过考勤系统来进行排班跟计薪，甚至为了要建立好的人事管理制度，或者是在有劳资问题的时候，可以有多一个人来确认跟询问，又会需要花费顾问费用来去降低发生争议的风险。这些虽然都是可能一开始不见得需要的支出，可是如果要让企业可以长久稳定发展，又会是难以避免的必要开销吧。总而言之呢，聘请员工的目的应该是要让企业能够扩大经营，让老板更能减轻负担。可是如果没有仔细思考跟评估这些成本，可能就会让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到影响，这个就不会是创业者们所乐见的吧。
顺便提一下，如果想要建立合法的人事制度跟文件，并且让我成为你们的常年劳资顾问的话，欢迎参考我们官方网站的说明，或是透过 Line@ 来跟我们联系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